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我们今天继续玩家社群反馈的内容。这个玩家的反馈是希望主联盟可以去控制农场联盟，这样子他们就不需要一直去切换账号了。就比方说，主联盟可以控制农场联盟去放置联盟采集点，或者是接收玩家之类的。但是我比较好奇，到底要怎么控制？要怎样让系统知道你这个是主要联盟，这个是农场联盟？我知道这个是为了要方便了，但是会不会有安全隐患？那能够控制的玩家是谁呢？是国王吗？就比方说，万一有一个人的账号或者是国王把管理层的位置交错给别人了，那个人可以控制农场联盟，可以通过农场联盟接收一些外来者，又或者是可以在农场联盟那边购买大量的移民令。会不会有可能这种事情发生呢？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来说，确实这个方法是还蛮方便的，但是某个程度上来讲也是很危险啦，所以我觉得不太可行。我是觉得可以更改另外一个方向啦，就是我们可以更快速的切换自己的账号去农场账号之类的，或者是用主账号去控制自己的农场账号，这样子会比较合理一点。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希望每一场 KVK 中我们可以把研究加速换成治疗加速。就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可以用建筑加速替换成训练加速这样子。那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有反馈跟策划说过，但是策划给的答复就是说，我们现在水晶科技依然还是需要用到研究加速，所以他们觉得研究加速还是有一定的用途，所以没有打算让我们去替换研究加速。但我觉得这个回答有点不太合理啊，你们自己想一下，建筑加速我们也是要提升水晶工厂，水晶研究院也是要用到建筑加速，为什么你可以让我们替换呢？因为之前策划驳回了这个反馈，所以我觉得执行的可能性会比较低，不过我还是希望可以替换啦。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说，莉莉丝在想着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新的玩家更容易上手这个游戏，可以更快速的让新的玩家跟老玩家对抗的方法吗？他建议每一个装备在第一次制造的时候减少 50% 的成本，但是在第二次之后全部都是用回原价。就比方说，我要制作骑兵的头盔，第一次我制造的时候减少 50% 的成本，第二次就要用回 100% 的成本。他说这样可以让玩家在短时间内更快的去制造3套装备，有包括不同的兵种，骑兵、步兵、工兵了。因为他说到，就算玩家有好的统帅也好，但是没有装备也是没有办法去战斗的。这个方案可以提升玩家的基础，也可以在玩家弃坑之前真正的感受到游戏体验。那其实这个玩家也在暗示说，玩家什么鬼都没有玩到就已经弃坑了，因为要花的时间太长了。那其实有不少的玩家是支持他的说法，但是我有一点顾虑，就是老玩家的心态会不会平衡。毕竟我们在一开始制作装备的时候就是使用 100% 的成本，除非官方又发邮件返还材料给我们了，但是我不觉得他们会这样子做。不过如果策划肯接受的话，其实这个方案也是不错的，只是要对老玩家做出补偿。下一个反馈，我觉得大多数玩家都深同感受，就是野蛮人掉落宝石的数量减少了很多。这个玩家说到提升野蛮人掉落水晶的几率非常糟糕，他击杀了80个野蛮人，但是没有掉落任何一个宝石。这个问题其实在前几个版本中就已经有发现到了。那假设说我是完全没有消耗任何成本的情况下，你削弱我们宝石获得的数量，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我们现在是用自己的体力去换取野蛮人掉落宝石的几率，而且这个问题会导致到更多 F2P 或者是一些微氪玩家离开游戏。要知道现在我们获得体力药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而且获得的数量比以前更少了，然后你现在还削弱平民玩家能够获得宝石的几率，这样子要让我们怎样继续玩这个游戏下去？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调整更高的几率，至少你要调整回去原本的几率吧。现在野蛮人掉落宝石的几率真的是太离谱了，打了几千只几百只都没有看到一颗宝石。下一个反馈，希望在攻击普通的卡鲁拉克时是不需要用到体力，就有一点类似像水晶版本的卡鲁拉克。他这边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是需要召唤的时候消耗体力而已，在我们派队伍去打卡鲁拉克的时候是不需要消耗体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好，因为通常都是用到一个队伍去攻击而已，大多数情况下啦。因为随着版本的更新，我们统帅输出的伤害越来越高了，基本上没有到45等级以上的野蛮人呢，我们都是不需要用到2个队伍以上来去攻击的。不过像我前面所说，现在我们获得体力药水数量越来越少了，如果可以不花体力药水的情况下，当然是最好啦。所以这一点就看官方会不会去修改了。
下一个反馈，这个玩家希望可以减少统帅觉醒所需要消耗的金头。他说对于一些 F2P 还有迪克玩家来说，700颗雕像太多了，希望可以减少到只是需要用500颗雕像就可以把统帅给觉醒。统帅没有办法觉醒也是玩家弃坑的原因之一。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以2个方向去看了。像我这样子的老玩家，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现在不是每个统帅都需要去培养的，尤其是第9代，其实我已经省了很多金头，可以把那些存起来的金头去投资一些更强大的统帅。但是对于一些新玩家来说，确实700颗雕像有点多了，因为我现在手头上的金头还蛮多的，我觉得这个不适合我去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就问各位吧，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呢？下一个反馈是希望我们在移民的时候可以保留着资源，虽然有很多玩家支持他的说法，但是这个反馈其实官方已经驳回了。下一个反馈是希望我们每天登录可以获得400点的 VIP 点数，还有减少材料制造的时间。我觉得这2个部分都可以考虑啊，你不要给我们200 VIP 点数，这样你至少要提升300吧。减少材料的制造时间，这个我在上一个影片中也是有跟大家讲过，那个玩家会比较过分一点啊，希望在3个小时里面搞定，但是我觉得减少一点时间是可行的。这个反馈就跟我们上2个问题有关系了。这个玩家希望在我们移民的时候可以把30%至50%的资源转换成资源代币或者是资源这选项，因为我们现在在移民的时候都要把这些资源全部都删除掉，这样子有一点浪费时间还有资源。我是觉得这个方法可以考虑啦，但是我不觉得策划会执行。下一个反馈有178位玩家支持，也是我想要支持的内容就是希望可以保留着我们在峡谷中的配置装备，把我们峡谷的配置跟我们日常游戏的配置分开。因为说实话，我们在日常活动中呢，可能要换到装备啊，又或者是拉野蛮人之类的，也是会换到装备。但是一换了装备之后，峡谷的那些配置之类的，只要你一调整，它全部装备都会不见。相信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遇到而已，多数玩家都是有遇到的，所以才会看到这个反馈只有1个反对票而已，多数都是支持的。所以我是很同意这个反馈的，也希望策划可以推出这个功能。下一个反馈也是有多达100位玩家支持，他说让每个王国的管理层选择250位玩家，最多可以选择400位，来成为 KVK 匹配的代表玩家。这些被选择的玩家都会成为 KVK 的基础计算，这样就可以迫使一些王国选择更加活跃的玩家参与 KVK。他说最早选择250个账号的提议是为了要减少会匹配到一些比较小又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王国，不会让王国的虚战力参与战斗，就是减少王国的压力啦。又或者是每个王国给50张票，让他们排除掉某一些玩家，可能就是指没有战斗的玩家啦。这样的方式可以减少清零的问题。那其实这个方案也不是没有说过，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每个王国的活跃玩家人数真的不一样。它这个问题其实以现在来说比较针对先锋王国或者是 A 王国吧，因为 B 组以下的王国我觉得人数都没有这么多了有100个玩家都要偷笑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方案其实跟分线系统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它这边的人数会更少而已。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方案其实是可行的，但是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可能比较难执行嘛。下一个反馈是说水晶版本的卡乌拉克就说它开放的时间太迟了，是等到我们 KVK 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现第4还有第5等级，这个我也是跟策划反馈了。这真的太不符合逻辑了，你们知道吗？正常我们需要用到水晶的时候就是在皇庭开放之后，所以正常来讲你应该要设计卡乌拉克开放的时间在皇庭开放之前。设计卡乌拉克在 KVK 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现的意义是为了什么？而且这2个等级是连在一起开放的，说真的是不太能够理解啦。你现在设计这个卡乌拉克5个等级好像只有3个等级那样子。下一个反馈是希望可以增加一个新的王国技能，然后来限制捣乱鬼或者是一些偷窥者。这个国王技能的效果就是可以把他们从 KVK 的地图移回去原本的王国，让我们有更好的游戏体验。那这个反馈也是跟之前所说的差不多啦，我是担心国王会有滥用权力的问题，担心国王会让一些他自己讨厌的玩家锁在原本的王国，又或者是锁着那位玩家不让他去参与游戏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做到国王的话应该是算比较明理一点的吧，应该不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吧，这个就看官方怎样去拿捏了。下一个反馈希望我们在 KVK 结束之后可以返还更多的资源，只有10%的返还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还是比较希望可以返还更多的加速啦，比较起资源努力一点去采集就有更多了。但是加速真的只能透过礼包又或者是完成任务才可以拿到而已。下一个反馈希望可以增加一个军器重置时再留声古卷。那我觉得如果是放在免费的那一排呢是不太可能的，应该是放在需要花钱的那一排。如果是放在花钱那边我还可以接受啦。下一个反馈希望在我们地图缩放的时候可以看到要塞，就是无极地图的时候，这个在之前就已经更新了，所以我们跳过。下一个反馈有183位玩家支持，这个问题不选择都不行了。他说给我们更多的体力药水去玩这个游戏。他说移除掉我们在攻击野蛮人城寨的时候可以获得的50点体力药水上限，然后提升我们在攻击野蛮人城寨之后可以获得体力药水的概率。如果策划想要玩家社区更加活跃的话，就应该提升玩家可以获得体力药水的数量。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上2个影片有说到，就是为什么平民玩家都离开这个游戏了。有很多玩家都反馈说到关于体力药水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干的方式去拿到更多的奖励，没有办法用干的方式去跟一些有花钱的玩家抗衡呢。花钱的玩家就是因为懒惰，所以他们才花钱，但是这些不想要花钱的玩家靠干都不能继续玩下去，也间接表明说体力药水真的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就看官方那边怎样去调整吧。那今天的反馈先暂时说到这里，有一些之前问过的问题或者是不太重要的我就已经抽选出来了，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发现到我现在的问题只是做到1月19日而已。这个就像我之前的影片所说的，因为有很多反馈，其实有很多玩家支持，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所以要做完所有内容呢真的是要做3个影片。不管怎样，还是希望各位可以积极的给予一些想法或者是反馈，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